真不知道是谁在尼康 C8 发售前放风，市场销售价格会在60万日元左右，合人民币3万元，与现售旗舰机 C9 相差不到3万日元，合人民币1500。旗舰机 C9 除了重量和体积以外，可以称得上是当今最强的照相监视频机。而今 C9 的几乎所有配置和功能全盘移植到 C8， 砍去了束手柄，轻了400多克。这不就是风光摄影摄像最理想的机器吗？当今电子消费品1年过后一般都得打折，而尼康在发售 C8 前居然预告要将 C9 提价。当初第850和现今的 C9 一样，性价比超群，一机难求。反观第850之后的尼康第一代无反相机 Z7， 却因为定价过高，网上差评如潮。4年多过后的今天 ，Z7 的中古机价格只剩半价了，真是低估了 Z7 这一代天骄啊！撇开 C8 功能和配置不说，通常人们对 C8 的价格心理预期会取 Z72和 C9 的中间价。如果 C8 卖 C9 的价格，那么在日本多少人会愿意去买呢？幸好价格出笼，含税54万日元，约合人民币2万7，应该说是比较适中。可以想见，除了固件升级，3年之内尼康大概率是不会出更好的、比较轻量的全能机器了。本着早买早享受的原则 ，C8 发售当天就定了这台机器。现在准备开机，虽然 C8 的电池与 C9 相比容量较小，持续拍摄时间短，但是好在 C8 的电池与 C7 和 C62可以通用。为了拍 8K 60P， 这里准备了1T 的 CFE 卡和备用的 SD 卡。SD 卡不能被用作拍 8K， 对打算将 C8 作为拍 8K 专用机的朋友来说 ，SD 卡槽实在是鸡肋。只拍 4K 的朋友买 C6 系列更划算。ProGrade Digital Gold ETB 性价比不错，连续写入速率1300 mbps。对于拍8内长片的需要注意，连续写入速率越高越好。正要打算安装镜头，打开机身盖，突然发觉 CMOS 是敞开的，赶紧合上机身盖。为了避免灰尘进入，换镜头前应该关闭传感器罩板。打开设定菜单，选择电源关闭时传感器罩板状态，从出厂缺省的敞开改为关闭。完成后，电源关闭时传感器罩板状态显示有效，也就是安装镜头前请先确认照相机电源处于关闭状态。重新打开机身盖，对其照相机和镜头上的白点安装标记，安装镜头。逆时针旋转镜头，直至卡入正确位置发出咔嗒声。按下 Menu 按钮可查看菜单，用多重选择器键上下移动，选择屏幕左侧设定菜单的图标选项，进入右侧画面，设定时区和日期，确认时区无误后设定日期。输入当前日期和时间，版权信息中输入作者名字。屏幕左侧自定义设定菜单图标选项中扩展快门速度范围，选择 On， 最长可用快门速度为900秒。启用斑马纹图案色调范围，选 High 高光加亮显示，用于检测过曝。接着在触发 AF 选项中使半按快门对焦无效，仅用 AF 按钮，方便对焦后重新构图，避免在按快门过程中对焦到无意对焦的地方。还没习惯用相机后方上面的 AF 按钮的朋友，请慎用此选项。在屏幕左侧的播放菜单的右侧，开启照片查看，照片在拍摄后可以立即自动显示。在屏幕左侧的照片拍摄菜单的右侧，设置第二插槽的功能，改为 RAW 主插槽 JPEG 第二插槽。图像品质选择 RAW 加 JPEG HEIF 基本，确认选择图像尺寸，以大尺寸记录 NEF RAW 照片，确认 RAW 录制编码，采用高效率。在屏幕左侧的视频录制图标选项中的右侧，视频画面尺寸和真频选项，选择 8K 录像，选择超采样，是扩展过采样 on 皮肤柔和式 C8 特有功能，照片可以后期处理。由于视频后期处理比较麻烦，因此暂时选择所执行的皮肤柔和量为标准。视频文件类型暂时选 H260/50 MV。通过下方左按钮色调模式，可以选择高动态范围拍摄方式。以 4K 的 N-Log 为例，按相机右上方录像键，红框显示开始录制。这是实际拍摄结果。
测试仅用 SD 卡录制 8K60p NRAW， 闪烁显示无法录制，改为用 CF Express 卡录制 8K60p NRAW。选择 8K60p NRAW SDR 方式录制，按录像键，红框显示开始录制。这是实际拍摄结果。选择 8K60p NRAW 的 N-Log 方式录制，按录像键，红框显示开始录制。8K60p NRAW 的 N-Log 实际拍摄结果。暗部层次相对 SDR 更为丰富，但相应暗部噪声也多了。这里是尼康无反相机3代同堂，今后将以 C8 为视频主机， Z7 为相片主机， Z62 为副机，根据场景配置各个焦段分别挂机。在外面基本上可以不用更换镜头，这样就方便很多了。谢谢观看，以后会有更多有关 C8 的视频，请关注。